母亲节没给妈妈买礼物，她怒将我从病床上拽下来，扇了我10个巴掌，还拍视频发到朋友圈，痛斥我是不孝女。我身上刚缝合好的伤口散开大出血，被医生紧急推进 RCU 9死医生后，我选择断绝关系，远走高飞。我在一家外企做高管，每天熬夜加班是常态，身体受不住长时间的高负荷运行，不幸得了胃癌。但好在发现的早，手术很顺利。我刚从手术室出来，醒来看到手机上有99加未读消息，是家庭群，妈妈和弟弟弟媳在狂发消息。我有些纳闷，我并没有将我手术的事情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妈在群里艾特我，今天是母亲节知道吗？你动静呢？你他们都在朋友圈发孩子给买的礼物，我生了白眼狼吗？没脸见人了。不知感恩的人没有福报，即使成功了也会破产失败，老天有眼，报应是早晚的事。说好，别以为不说话我就拿你没办法，信不信我去你公司给你领导宣传，让你同事都知道你是个狼心狗肺的人渣。还有我弟李强，他私聊我说，妈想要一个新款的外星人游戏本电脑，是加4万块钱。姐你怎么不回消息啊？你会是不舍得吧？妈为这家付出这么多，4万块钱的电脑而已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弟媳也在群里阴阳怪气，说她也是母亲，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想让孩子的姑姑，也就是我，给她也买一份母亲节礼物，并且指明了她想要海南之谜的套盒。慢慢的话实在太多，我躺在病床上虚无无比，一页页的看着，看得很累，买药逐渐过去，身体很痛，但远远比不上心里的呢。我以为他们是来关心我的，是我想多了。我连续加班了1个月，每天忙着脚不沾地，连自己的生日都没人给过的人，自然想不起来什么母亲节。我知道我从小就是不被待见的孩子，所以格外努力，努力考上名牌大学，努力进入外企，努力挣钱。老天卷过努力的人，我一路升职，年薪100万，实现财务自由。李强被你爱过度，叛逆不爱学习，中专毕业后找了个货车司机的工作，没干几天就把老板打了，后来索性在家啃老。我心疼父母都是农民，辛苦一辈子还要被儿子吃肉喝血，所以经常补贴他们，家里大大小小的物件都是我买的，小到碗筷，大到轿车。现在看来，我心疼他们被啃老，他们可从没心疼过我，反而心安理得的趴在我身上，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今年只是忘记给他买生日礼物而已，就这样张口闭口做我死。平时我没少给他买过东西，每月还有8000的补贴，他上半年动手术花了快10万，弟弟没出1分钱，可他将我平时的付出全然忘记，只抓着这一点不放。母亲节礼物，他从没给我过生日，更别提儿童节，现在反倒年年都过生日和母亲节，我竟然不知道，他这要有仪式感了。至于李强，我看外星人电脑是他想要的，我刚要在群里回复，我妈的电话就疯狂打来，她的咆哮震玉龙，你他妈的死了你！你以为你不会消息躲医院来，我怎能饶了你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不狠狠治你一回，你真要上天了。我眉头一皱，医院，他怎么知道我在医院？我换来手术的事只跟闺蜜叶们说过，正想着，我病房的门被脚踹开，我妈生气的冲进来，看我的眼神凶狠无比，就好像我不是她的女儿，而是她的仇人。你躺在这装给谁看？你一个白眼狼，看看别人家的闺女都给妈妈买的啥，你死了你死了是吧？就我没有礼物，我在亲戚面前根本抬不起头来，你这是伤我的脸。他指着我大骂，全然不顾我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模样。我刚从手术室出来，你想要我怎么样？我不满道。我妈眼睛一瞪，我要你怎么样？我要你给我买礼物。我被激情怒火，冷笑一声说，我说我刚动完手术，你有关心我一句吗？上来就是要礼物，我弟从来不给你买礼物，你怎么不去找他要？我还偏就不买了。对于我的埋怨，我妈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她想来不关心我的身体，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不买也行，给我5万块钱，我自己买，不买也没有钱。我坚定地吐出2个字，我妈脸色一沉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我再问一遍，你买不买？迎着她气愤的目光，唯一就说不买找你儿子要去。同时我按下呼叫铃，请护士来把无关人等赶出去，病人刚动完手术，需要休息，家属先出去吧。护士提醒道。我妈感觉到丢人，脸色越来越黑，十分难看。我疲惫地闭上眼睛，以为她会离开，最多再骂我几句，反正我从小到大听习惯了，早就不往心里去。没想到我妈的脸色扭曲了一瞬，她大步上前，将我从病床上一把拽了下来，扬起手掌狠狠扇向我。不买是吧？我让你不买，你个贱样，跟谁搁着甩脸子呢？还让我出去，你什么东西？重重摔在地上，胃部插的管子直接被拽了出来，手上的针也被生生扯出来，身体剧痛难忍，我双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昏迷之前，我看到的是妈妈狰狞可怖的面孔，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我掀起沉重的眼皮，入目是一片白色。你终于醒了，护士关心道。从护士的话里得知，我已经昏迷4天了。那天我被妈妈殴打，伤口撕裂，开大出血，进了 ICU 抢救，整整抢救了1天。护士报了警，妈妈被警察带走拘留，你安心养身体，医院给你换了病房，不会透露你病房的消息，我也不会让任何人进来打扰你。护士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可怜和同情，我张了张口，嗓音沙哑道，谢谢。陌生人都会关心我一句，可我的家人却要置我于死地。我面容枯槁，心如死灰，吊着的营养液一滴一滴的进入身体，我昏昏沉沉的又睡了1下午。从小到大的经历在我脑海中一一闪过，就像幻灯片一样。7岁那年流行订鲜奶，每天有送奶工来送，妈妈只订了1份给弟弟，送奶工说，你家有2个孩子，不多订1份吗？我妈妈低头问我，你想不想喝牛奶？我怯怯的点头，想。
妈妈却突然变脸，语气嘲讽道，你不配。我又记得当时宋乃公怜悯的眼神。18岁练年，我考上大学，妈妈以学费为由，要求我去免费师范，但是我第一次反抗，下场是被拉黑4年，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。22岁刚毕业，妈妈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，用恩赐的语气说，已经给我找好人家，虽然是个3婚男，但他答应给30万彩礼，他们以户口本威胁我，直到我答应每个月给他们5000块钱。妈妈见我工资高，怕我结婚后赚的钱就是别人的了，所以绝口不再提让我结婚的事。那次之后，我以工作为由将户口迁了出来，因为我害怕被威胁。后来我的工资越来越高，妈妈对我的态度好了许多，连一贯对我冷脸的爸爸也渐渐有了笑脸，我们表面上虚假的和谐关系就这么用钱维持着。网上有一句话，不被爱的孩子总是最孝顺的，去爱的孩子就像去水的鱼，时时刻刻都在渴望爱，很少有人能逃离这种魔咒，我也不例外。但是假的终究是假的，可悲的是经历九死一生之后，我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。或许是从前的我太顺从听话，现在稍有不如他的意，他就暴跳如雷，恨不得杀了我。原来我的妈妈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死活，他们不爱我，真的不爱我，是我一直自欺欺人，妄想用钱换取一点点爱，可那不是爱，是贪婪，都是假的。李云，你清醒一点吧。梦醒之后，我伸手一抹，满脸热泪，我若无其事地擦去泪水，给领导海伦姐打去电话。海伦姐，我记得你上次说有一个英国的外派岗位，不知道现在名额还在不在？还在，你要是想去，我就把你的名字报上去。不过你可想清楚了，这一去就是8年，别人一听要这么久，都打退堂鼓，没人愿意去呢。海伦姐说，我去，只是我现在不方便，时间晚点可以吗？我说可以，不急，你刚刚动完手术，要好好休息，现在身体怎么样了？方便探望吗？同事们都说要去医院看看你呢，我终于没忍住，眼眶一热落下泪来，看吧，来自同事的一点点关心，就能让我感动不已。我没事，不用麻烦了，我现在不太方便，我不喜欢被人看到狼狈的样子。那好吧，那你好好养着，等你养好身体再动身不迟，我就把名额给你留着了。谢谢海伦姐。挂到电话之后，爸爸的电话打进来，我按下拒绝，然后拉黑。通过手机上被轰炸的消息得知，我妈涉嫌故意伤害被拘留，家里乱成一锅粥。爸爸要求我去警察局解释，这就是误会。李强夫妻俩也在骂我不孝，说妈进的拘留所都没有人做饭带孩子了。从前是我太给他们脸了，每个月花销我的钱，还想在我面前做大业，颐指气使的命令我。我把他们所有人都拉黑，给银行那边打电话，断了每月给家里的打款，还有李强正在住的150平大平层，也在我的名下，他一个货车司机，才买不起那么贵的房子，我要尽快出手。还好当时刘乐心也没记在他的名下，当时爸爸是这样要求来着，但是我坚持说不，为此爸爸差点要打我。回想种种，我是真傻，现在才下定决心断绝关系，不过也不晚，总比被喝一辈子血要强。同时，我刷到7天前的朋友圈，我妈发的照片，照片里我躺在地上昏迷不醒，双脸肿胀，身上的鲜血染透了病服，看起来狼狈又吓人。我妈的配文是，人在做天在看，这就是不孝女的下场。我的心已经麻木到不会痛了。是的妈妈，人在做天在看，我不会签谅解书，我会把你告到底。妈妈朋友圈的上一条是王阿姨的朋友圈，她在晒女儿给她买的康乃馨，还有一条银项链，配文是感谢关女儿送的母亲节礼物。王阿姨的女儿就是我的闺蜜叶萌。这时候闺蜜叶萌的电话打来，云云，听说阿姨去医院把你打了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她是在关心我，可我却听出她语气里暗藏的幸灾乐祸。原来闺蜜2字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，我也不和她拐弯抹角。叶萌，是你告诉她我在哪家医院的哪间病房的吧？也是你撺掇她来医院找我，是吧？妈妈突然这么疯，我不信没有人挑唆。叶萌没想到我突然会这么说，姐姐巴巴道，云云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别装了，你前前后后见我30万，有借条和聊天记录，谢你3天之内还清，否则我们法院见。叶萌顿时急了，但我不等他说话就挂到电话，我还得感谢他，他当初借钱的时候，为了表明自己仗义，主动写的借条。叶萌从小成绩不好，初学早婚，生了孩子后一直做家庭主妇，她经常哭诉，手心向上的日子不好过，我也心疼她，总给她的孩子买东西，还借钱给她。原来她也是一条养不熟的狼而已。我现在住的是医院的 VIP 病房，从走廊到病房有2道门挡着，刷卡才能进，所以我并不担心还会有人来找我麻烦。爸爸和弟弟来闹过一次，有了上次的事情，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知道我的情况，十分同情，所以并没有放他们进来。爸爸和弟弟闹了半天要见我，在楼下破口大骂，骂我毒，骂我狠，骂我不配为人。后来他们被医院的保安赶了出去，我狠吗？哪有把自己亲生女儿打进 ICU 的妈妈狠？还是在女儿刚动完一场大手术的情况下，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心狠。在得知我醒来后，很快警方的人来做笔录，那天的情况护士都看到了，我面无表情的将妈妈的话复述了一遍。听完之后，2个警察沉默了许久，其中一个男警察眼神复杂道，根据刑法规定，故意伤害导致他人重伤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你需不需要出一个验伤报告？当然了，这是在拒绝和解的情况下，如果你出具谅解书，表示不追究，你妈就不会坐牢。我抬眸看向那个警察，明白过来他的意思，他在暗示我，也是在试探我的态度。验伤报告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是我的律师刘律，并且劳烦2位告诉我妈妈和家里人，我绝不和解，后续的事情就由我的律师和你们联系吧。我回答道，刘律在旁边点头，
他是行业内的资深律师，我从前和他的律所合作过，所以十分信任。警察深深看我一眼，露出一抹清淡的笑容，他合上了记录本。好的，李女士，你好好休息，注意身体。我就在医院好好养身体。自从我说绝不和解之后，爸爸和弟弟意识到妈妈可能真的要坐牢，他们又来闹过几次，可依旧连我的面都没见到，就悻悻而归。我将他们拉黑，拒听电话，拒绝一切联系方式。他们着急上火，最终发动家族的所有亲戚来劝我原谅妈妈。311给我发消息，云云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怎么还养出一个仇人来？听说你要逼你妈去坐牢啊，她就算再不对，那也是你妈，你这孩子瞎胡闹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妈被警察抓走这件事，你家都乱套了，你弟媳正到离婚呢，2个孩子也没人带，你就别做了，非要把家做散了你才高兴。云云，为了你的侄子侄女考虑，你别告了，他们还小，都是一家人，别闹这么难看。表姐的信息发来，就连邻居娘娘也来劝我，当父母的拉扯孩子不容易，等你以后当妈你就知道了，做人可不能没良心。我收到了许多信息轰炸，他们端着长辈的架子，居高临下的教训我，他们一向不喜欢我，因为我妈在外总贬低我，只夸弟弟，即使他中专毕业一无是处，依旧是妈妈的骄傲。他们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必给他们好脸色。我编辑了一条朋友圈，这些年是我一直在养家，我每月给家里8000的生活费，基本承包所有花销，现在我却成最不孝的孩子，真是可笑。既然李强最孝顺，不如把你娶老婆的钱还给我先。警告所有多管闲事的亲戚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刚做完胃癌手术出来，就被我妈打进 ICU， 整整抢救1天。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关心我一句吗？张口就是道德绑架，占了长辈的身份，真当自己是碟子菜了，脑子有病就去医院挂号，少来对我指手画脚。还有，我从此以后不会给家里1分钱，这是你们逼我的，吃我的用我的还对我耍横，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当乞丐就要有当乞丐的态度，把钱给你们还不如喂狗，至少狗还知道会冲我摇尾巴。我竟然看着他们恼羞成默，一个字都不回复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是全家族最不孝最讨厌的孩子，不过我不在乎，也有明白事理的，在得知前因后果之后，还向我道歉，说偏信了李强的说辞，以为只是误会，是我上纲上线，我没有搭理他们，他们听信一面之词，就对我道德绑架，连问都不曾论我一句，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只是看我有钱，不想跟我闹掰而已。311痴狂大师轰炸我，骂我没有教养，连长辈都骂，我反手拉黑，世界清静，身体逐渐康复。出院之后，正好是庭审的日子，我和琉璃一起去的。这是自从我住院之后第一次见到妈妈，她头发乱糟糟的，人也受了血，看来在拘留所过得不怎么样。看到我的那一刻，她的眼神陡然愿堵起来，见重，都是因为你害我蹲局子，我当初不该生你，就该掐死你。肃静，法官警告道。我妈像是听不到法官的话，自顾自的咒骂着，宣泄自己的情绪。一个出生不如的东西，你爸让你签谅解书，为什么不签？你还敢躲着不见？我看你想死，你作死。她一个农村妇女不懂法律，在拘留所蹲了这些日子，还是不知悔改，在公堂之上敢藐视法官。法官蹙起眉头，被告肃静。原告的状子说你将他打成2级重伤，对此你可以有异议。我妈冷哼一声，不以为然道，他的命都是我给的，我想打就打，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，你管不着。我爸在听众席上也是对我横威冷对，我停了每月给家里的打款，他气得扬言要跟我断绝关系，他们连个律师都没给妈妈找，弟弟弟媳更是连来都没来，他们都觉得姨母打字是正常的，哪家的父母不打孩子呢？哪怕差点打死。法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我妈的承认让法官判得很快，当庭宣判我妈有期徒刑7年。听到判决的那一刻，我妈如遭雷击，我爸也傻眼了，他们都没有想到会判这么久。我妈不可思议地看向法官，尖声道，关你屁事啊，你凭什么就让我坐牢？我打我自己女儿，你在牢挤压你。法警把我妈带下去，她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慌张地看向我，云苑，我是你妈，你要他们放我，你要眼睁睁看着你妈坐牢吗？不孝女，是谁把屎一把鸟把你拉着打的？我冷眼看她，淡淡地收回视线，一言不发，本以为她会狡辩，没想到居然这么顺利，我心口堵着的气都顺了。我爸拍案而起，暴跳如雷道，7年，狗日的法官，你收他钱了吧你，没天理了，你们这些贪官，我要去中央告你们。我爸还要冲上来打我，最终因为蔑视法庭，容罢法官，被拘留3天。一切尘埃落定，此事在十里八乡都传开了，都知道我把我妈告上法庭，我妈被判7年。当然了，他们也知道我妈把我打进 RCU 的事情，之前还有人同情我，假惺惺地说几句，可自从知道我妈被判7年之后，更多的人是在说，至于吗？他妈就打他几下，他就送亲妈去坐牢，真毒啊！我可不想有这样的孩子，就是来报仇的。看吧，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轻描淡写，一句至于吗？就一笔带过我差点死在我妈手里这件事。不过谁在乎他们怎么想呢？我很快就出国了，出国之前我还有一起官司要打，是和叶萌的。叶萌老公只是电工，借我的钱早就花销干净，根本还不起。我当然要履行承诺，对他提起诉讼，还不起没关系，他名下还有一套房呢，把房卖了就能还得起了。见我真的要告他，叶萌真害怕了，他哪有钱还，所以他一直电话轰炸我，先是声泪俱下的道歉，见我不愿意谅解他，他恼羞成怒，直走我凭什么能这么有钱？你那么成功，那么有钱，你借我点钱怎么了？你非要把我逼上绝路吗？原来他一直在嫉妒我事业成功，
可当初是她自己选择做家庭妇女的。她老公也用各种陌生短信发来辱骂信息，我将这起官司全权委托给刘律去办，不想再和叶萌有任何联系，毕竟他也是差点害死我的推手之一。还有李强夫妻俩正在住的那条大房子，我也在找中介公司，等我出国之后，让中介公司的人帮我挂牌卖出去，这件事也委托给刘丽去办。至于怎么把李强他们赶出去，就是中介公司的事情了。爸爸从拘留所放出来之后，就疯了一样找我，我怎么可能还等着他们找？我早就从之前住的公寓搬了出来，暂时住到一家酒店里。我后天凌晨一早的飞机，他们去我公司闹，我早就和海伦姐通过气，海伦姐说我已经辞职，然后让保安将他们赶了出去。本以为他们无计可施，终于能歇息了，可是他们竟然报了警，说人口失踪联络不上，因为是亲属的关系。他们得知了我酒店的位置，爸爸一伙人冲进酒店，在我的房间外面疯狂砸门。爸爸双目猩红，比如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别给老子装死。上个月的钱呢？老子是你爹，你就得养老子，你敢不给钱，我就上法院告你。说完，他们很串门撒气，弟弟一脸弄色，因为我给爸妈的钱大多都被他拿去用了，他习惯了月月拿钱的日子，现在突然拿不到钱，他当然生气。姐，你能听见对吧？你还是人吗？你居然真把咱妈送监狱去了，谁给我带孩子啊？家里都乱套了，你现在还玩失踪，把所有人都拉黑了，你疯了吧你？弟媳拼命给他使眼色，弟弟有理直气壮地说，妈不能带孩子，我们想请保姆带，你得给我出钱啊，毕竟是你把妈送监狱去的，你得负责。的媳眼珠子一转，也大声说，姐，妈打你是她不对，可你也报复她了，这事就扯平得了呗，你还是家里的一份子，你可不能不管咱爸和你弟呀，就算你真狠得下心，那你侄子侄女呢？你也不疼了吗？他们可是你看着长大的，这2天还喊着说想姑姑呢，等你老了，还得是你侄子侄女给你养老送终，你先开门行不行？咱们坐下好好说，我等你。我躺在酒店柔软的大床上，静静地听着他们破防的声音。的媳最自私，也最会演戏。先讲我爸妈还会催婚，觉得女儿嫁不出去丢人，就是的媳劝他们别催，说我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就不会同职的侄女了，只要我不嫁人，没孩子，我挣得的钱他们就能随便花，等我死后，我的遗产就是侄的侄女的，这是弟媳的算计。我爸妈瞬间开窍，绝口不再说结婚的事，还经常跟我说单身的好处，让我千万别想不开。我倒不是听了他们的才不结婚，而是一直忙于工作，没心思想这些。以前同事和朋友都给我介绍过，但是我不想因为婚姻耽误工作，只有钱才能给我安全感。至于我那2个侄子侄女，或许是家里人的灌输，他们理所当然的把我的钱当成他们的钱。我背一个名牌包，我侄子甚至生气的教育我，说不许浪费他的钱，不过是白眼狼生的2个小白眼狼罢了，有什么可在意的？他们还在门口絮絮叨叨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立即假惺惺的劝爸爸不要生气。姐也是心里委屈，爸你先别生气，等进去了你一定要好好跟姐说，别这么说话。我爸哼了一声，板着脸等我给他台阶下，我才不惯着他们，给酒店前台打去电话，投诉他们为什么要把无关人员放进来，对我发疯。酒店的效率还挺快，立马派保安来撵人，看到保安来驱赶他们，我爸瞬间炸了，不仅疯狂砸门，还无能狂怒，我是他老子，李云敢这么对你爸，你老子听着，这辈子都别想回家，滚得远远的，死了都没人给你收尸。他一个耐龄工，这辈子就这点出息了，脾气全发泄在女儿身上，他还以为这能威胁到我，太好笑了。我不是当年的那个刚毕业的傻姑娘了，我也有单独的户口本，我怕什么呢？姐你太过分了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冷血？我可是你弟弟，你让我进去。李强也在喊，弟媳更不装了，在外头阴阳怪气我，原来大姐一直的孝顺都是装的，就没见过这样当姐的。他们最终还是被保安赶下去了，酒店的主管还向我致歉，还提醒我说他们都在酒店大厅蹲守着，就不信我不下去。我立马换了家酒店，主管帮助我从员工通道离开的，就让他们还以为我在那家酒店。我换的酒店将就1晚上，反正后天就出国了。这时候燕萌找了高中同学帮忙，用高中同学的电话给我打来，我刚接通就听到他呜咽的哭声，云云，求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吧，那件事是我的错，你让我跪下道歉都行。现在我老公要跟我闹离婚呢，我们从小到大这么多年的闺蜜情，难道你真要看着我家庭破裂吗？我2个孩子可怎么办啊？你撤诉好不好？我心中冷笑，既然电话打来，我也就跟他掰扯掰成，我看你们2口子感情挺好啊，前段时间不还一起骂我来着？再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怎么搞得像是我威胁你一样？果然欠钱的人是大爷。叶萌哭得更厉害，我拿不出30万啊，那是你的事，知道自己拿不出，借钱的时候怎么敢借的？合着你是压根就没打算还？对了，你们不是还有房子吗？卖了还呗。叶萌尖叫一声，比喻你个贱货，活该你爹不疼娘不爱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你爹娘爱你。我反击回去，这时候我拿高中同学出来打圆场了，云云，大家都是同学，连到这么难看，叶萌是真拿不出来，你何必非得逼他呢？我嗤笑一声，要你装什么好人？要不你替他还。说完，我趴着挂着电话，把这个高中同学也拉黑。这个世界上喜欢站在道德高地绑架别人的人可真多了，来一个我拉黑一个。临出国前，我去监狱探望我的妈妈，她一看到我，双眼立刻迸发出恨意，都是因为你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拿起电话，好久不见啊，妈，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，我要出国了。我妈狰狞的面孔僵住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不想再被你们吸血，所以我移民出国，以后再也不会回来，更不会给你们养老。你不是一直在外面宣扬李强十分孝顺懂事吗？那就让你们的好儿子给你们养老送终吧。我笑着继续说，移民是假的，
我只是外派去工作，但是我有计划要移民，早晚的事。我妈被这条消息震惊住了，你想跑？我坦然点头，是啊，你们又不爱我，看我养着还不给我好脸色看，我又不是贱，非得讨好你们，等到国外我会结婚生子，组建新的家庭，所以你们就别想着我的遗产了，怎么都轮不到你们。妈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喊你妈，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说完我就要离开，我妈六神无主的看着我，害怕道，李云，你就这么狠心，就因为妈妈打你，打时亲骂是爱，打在你身痛在良心，不就是一点母亲节礼物吗？我不要了，还不行吗？原来他也知道害怕，他做梦都没想到我会逃出他的掌控，所以他害怕，害怕以后拿不到钱，害怕没人给他养老，来硬的不行，他就来软的，流下鳄鱼的眼泪。你是我生的，我怎么能不疼你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我还记得你小时候半夜发烧，我背着你去诊所敲门，求医生救你。我不是小女孩，不会再轻易被蒙骗了。记得你让我自己贴在墙上降温，你翻过身去呼呼大睡。我面无表情道，我妈像是瞬间被掐住了嗓子，眼珠子瞪得很圆。她没想到4岁的事情，我还真记得。她的眼神又慌又无措，有种一直听话的宠物突然不受掌控的害怕感。她终于意识到，我真的要远走高飞了。云云，你别走，你走了我上哪去找你啊？她哀求到我转身离开，不再说一句话。云云，云云，我妈在后面拼命拍打玻璃，直到被狱警带走。上飞机之前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突然想换个国家生活，美丽的故乡永别了，因果，我来了。发完朋友圈之后，我打开飞机模式，登记起飞。下飞机后，我的朋友圈有99加的点赞和无数评论，亲戚朋友们都知道我要出国定居了。爸爸还在之前的酒店蹲守，等着见到我狠狠教训我。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亲戚把我的朋友圈截图发给他，我爸举着手机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，他居然跑出国了。刘律的办事效率很快，叶萌夫妻俩没钱还，法院拍卖了他们的房产，30万的款项很快打入我的银行卡。听说叶萌到处说我坏话，还在同学群里造我谣，我把法院的文件发到群里，提醒大家千万别借钱给熟人，借钱的都是大爷啊。叶萌气急败坏的用各种脏话骂人，班长忍无可忍，把他踢出群了。至于李强正在住的那套房子，中介也去收房了。李强夫妻俩胡搅蛮缠，可中介公司也不是吃素的，最终将他们赶了出去。听说的席正在闹离婚，李强扬言要杀了我，可惜我看不到他崩溃跳脚的样子，有本事来啊，那个温暖费恐怕连机票钱都出不起。后来我在英国生活得很好，很快融入到公司的氛围之中，也交到几个朋友，坚强忘记从前的不愉快。爸爸还想告我，可我远在国外，他告无可告。当听到律师说60岁之后才能向子女索要赡养费，且赡养费就几百块的时候，我爸彻底泄了气，再也留不起来了。再后来我遇到一个帅气的英国男人，回国一趟办理移民，我们结婚后很快有了孩子，家里人想尽办法找我，却怎么都找不到。妈妈因为在监狱表现后，提前1年出狱了，她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打探我的消息。听家里的亲戚说，他们爆发内讧，弟弟关妈妈得罪我，把我逼急了才离开，要什么母亲节礼物，你做了什么药，都是因为你我姐才走的，现在我连房子都没有了，谁给我钱，谁要我孩子？弟弟撞入疯癫的死后，妈妈说在沙发一角哭成泪人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弟弟喜也怨恨的看着妈妈，现在你开心了，你出来干什么？你怎么不死牢里？我们俩孩子都养不起，哪有钱给你养老？滚，给我滚出去！弟弟在旁边一言不发，默许了弟弟的话。妈妈被赶出家门，租了个小破房子，找了个清洁工的工作，每月3000的工资，还要给弟弟打过去2000。爸爸也不去工地，用苦力挣钱，挣的钱也都贴补给弟弟一家养孙子孙女。可弟媳还是不满意，他是个贪心的人，从前我出手大方，他大钱见多了，哪还看得上这点小钱，所以他动辄骂2个老人。爸妈在他内过得苦不堪言，弟弟只做甩手掌柜。家里人是不是能从亲戚的口中得知我的消息？李云升职了，李云买好车了，李云跟老外结婚了，李云住的是大别墅，李云生了个混血小女孩。我过得越来越好，朋友圈是故意发的，就让他们看到我过得有多好，去见不找我的1分钱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有幸灾乐祸的亲戚还依然怪气他们，故意问联系到你女儿了吗？因为我妈从前在外头老是炫耀她是享福的命，老了竟想亲福，还顺带拉踩一下别人。现在有本事让她安享晚年的人跑路了，自然少不了落井下石的吃瓜群众。我妈总是面色尴尬，如果几句就转移话题，那些人却不肯放过。哎呦，李云有钱啊，有钱的人都心狠，看他朋友圈发的，一家3口又带着孩子海游世界去了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是啊，母女哪有隔夜仇啊，等他想通了，就回来见你了。渐渐的，我妈觉得没点见人，逢年过节也不回家了，只是每月按时把钱打给李强。女儿6岁的时候，老公说他想去中国旅游，我说中国很好，但那里有我不想见的人。老公一听就改了主意，世界之大，哪里都是我的容身之处，我在哪都能活得精彩，至于别人我不在乎，因为我有我的孩子，我很爱他，全都完结。